血管在我们身体里是四通八达的，如果出现堵车，就会导致很多疾病出现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我们平时要多疏通血管，建议大家可以常用2物泡水喝。苦荞茶，苦荞茶很好喝，很多人都喜欢。苦荞中含有一种特殊物质卢丁，这种物质可以软化血管，清除血液垃圾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预防血栓。除此之外呢，苦荞中还含有硒元素，可以避免血管出现老化。莲子心，莲子心对人体有很多好处。莲子心中含有的生物碱具有扩张血管、清除多余脂肪的作用。经常用莲子心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疏通血管，让血栓绕道。60岁后想要长寿，3件事尽量少做，或许能为寿命加分。尽量少抽烟。现在不管男女，很多人都有抽烟的习惯，而60岁以后，可能很多人已经有数十年的烟龄了。大家都知道，香烟中有很多的有害物质，对于肺部的伤害特别大。所以中老年朋友想要身体健康，60岁以后就尽量少抽烟，以免影响寿命。尽量少吃咸菜。咸菜属于腌制食品，在腌制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盐分。如果老年人摄入过多的盐分，很容易使血压升高。所以不管男人女人，60岁以后要尽量少吃咸菜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有利。尽量少熬夜。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对身体排毒有帮助，尤其是老年人，如果经常的熬夜，那么就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和排毒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所以60岁以后要尽量的避免熬夜，有一个好的睡眠习惯，这样对健康长寿才有。经常会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说自己失眠了，大半夜的睡不着，第二天还要工作呢。其实经常失眠睡不着，很可能是身体缺乏了2种营养，最好早做调理。缺乏了维生素 B6。维生素 B6是人体所必需的，如果长时间的缺乏，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从而使人出现失眠多梦、情绪波动大等情况。建议大家可以多喝一些牛奶，因为牛奶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6，可以帮助缓解失眠。缺乏色氨酸。很多人不知道色氨酸是什么。色氨酸是一种氨基酸，对血清素和褪黑色素的产生有很重要的作用。那色氨酸相当于一种天然的安眠药，如果体内缺乏的话，就可能会出现失眠的情况。那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谷物，比如小米。小米是谷物中色氨酸含量最高的，那经常失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米。生活中便秘是很常见的一件事，虽然便秘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是长期便秘也会给身体带来危害，而且便秘的痛苦也只有自己才知道。那该怎么缓解呢？可以试试下面这2种食物，可以帮助很好的改善便秘。第一种，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。生活中含有维生素 C 的食物有很多，比如萝卜、豆芽、猕猴桃等。在我们肠道内，维生素 C 是乳酸菌的食物之一，所以经常吃这类食物可以增加益生菌数量，有润肠通便的效果，能够很好的帮助改善和预防便秘。第二种，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。我们身边有很多食物都属于膳食纤维食物，比如红豆、海带、木耳、玉米等。食物中的膳食纤维分2种，水溶性和不溶性。那经常吃这类食物可以帮助软化粪便，刺激和加快肠胃蠕动。那便秘的朋友多吃这类食物，可以帮助快速通便，让肠道越来越通畅。这问题现在已经很普遍了，很多人伏案工作以及低头玩手机，都容易出现肩颈酸痛的情况，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头晕手麻、视力模糊等问题，所以大家要注意调理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随时随地都能做，站着或者是坐着都可以。首先将我们左手手臂绕过头顶，左手压住右侧头部，然后慢慢的将头部向左侧压，要感觉到脖子有紧绷感，右手则放在背后，这样坚持5秒，再换相反方向，这样左右交替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放松颈部肌肉。
促进头颈部的血液循环，对缓解脖子僵硬、颈椎疼痛以及颈椎不好引起的头晕头痛都有很好的作用。那经常久坐不动、低头玩手机的人，没事的时候呀，就可以做一做。做完或许能够让颈肩更轻松。鱼肉是餐桌上常见的美食，很多人呀都喜欢吃。鱼肉是既美味又有营养，但是很多人会有疑问，同样是炖鱼，为啥自己炖出来的鱼腥味很大？其实很可能是你在炖鱼的时候放了2种调料，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放。这2种调料就是花椒和八角。大家都知道，想要炖出美味的鱼肉，调料是很关键的。很多人炖鱼的时候喜欢将调料放个遍，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放花椒和八角，因为花椒和八角有很强的刺激性，在做菜的时候很容易中和掉。如果炖鱼的时候放了这2种调料，不仅不能去除腥味，还可能会加重鱼腥味。所以大家在炖鱼的时候就把这2种调料拿得远远的吧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身体经常会和别人有一些碰触，那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呢，要注意有些要害部位最好不要乱碰。第一个地方，后脑勺。我们的后脑勺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说呢是生命中枢，但是后脑勺也是很脆弱的，希望大家不要乱碰。如果不小心被碰撞，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第二个地方，颈部两侧。在我们颈部两侧有个颈动脉窦，这里是颈动脉搏动最明显的地方，它调控着人体的血压和心率。如果不小心压迫到这里，也可能有致命危险，所以大家也不要乱碰。第3个地方，四肢动脉。我们四肢的动脉也非常的容易受到伤害，如果不注意保护，也会呢危及生命安全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上面这3个地方自己尽量少碰，最好也不要让别人乱碰。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保护。出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，那天气太热或者是运动完都会出现。出汗能够帮助我们平衡身体的温度，而且出汗还有一定的排毒作用。但是有些人非常爱出汗，那么出汗多也是身体在排毒吗？如果身上这个地方爱出汗，就可能是脾虚的信号了，大家需要多留意。这个地方就是手脚心。如果发现自己手脚心非常爱出汗，而且不运动，天气不热也会出很多汗，那就要小心了，就可能是脾虚了。长期脾虚容易导致人肥胖、体弱乏力、湿气重、免疫力下降等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。所以一旦发现脾虚，需要及时调理。平时多注意运动，运动可以改善气血运行，改善脾胃功能，还可以通过食疗多吃有健脾作用的食物，比如山药、薏米、红小豆等，这样多注意调理，脾胃才能慢慢的变好。现在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了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。那寿命长短怎么判断呢？可以看看身上2个地方，若出现发白的情况，说明与长寿无缘。脚底发白，大家都知道脚底离心脏比较远，如果血液循环好的话，那么脚底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。但如果出现发白的情况，就可能血液循环出现异常，气血不足了，严重还会有脚底发冷的情况，对寿命长短有影响。建议大家每天睡前坚持泡脚，或者多按摩一下脚底，可以帮助补气养血。指甲发白，正常我们的指甲呢应该是有淡淡红色，而且透明度也很好的。但如果发现指甲上出现白斑，就要小心肠胃健康了，最好检查一下。想要保养肠胃，建议大家平时保证规律饮食，可以多按摩腹部。那养生先养心，所以想要长寿，生活中要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，勤于运动，遇事不斤斤计较，这样对身心健康都有错过的2味药材泡茶喝，清血管、防血栓，血管不堵，人长寿。第一种，山楂。当我们食欲不振的时候，很多人会选择吃一些山楂来开胃。山楂是一种天然的食物，同时也是一味药材，把山楂干制后可以入药。山楂的营养非常丰富，可以增强血管本身的条件，具有补气活血的作用。第2种，黄芪。黄芪根是有名的中药，黄芪的作用和功效也有很多。黄芪有非常好的补气效果，经常吃黄芪可以增强免疫力，提高体内的新陈代谢，促进血液循环。
对血管健康也有很大作用。大家呢可以将黄芪和山楂一起泡茶喝，能帮助清理血管内垃圾，让血管慢慢恢复健康。可以呢取适量的黄芪和山楂，先将它们洗干净后放在杯子中，然后加入热水，泡半小时以后就可以喝了。经常喝黄芪山楂茶可以帮助预防血栓出现，血管通畅，人才能长寿。大家不妨试一试吧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